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再来是我们的淡纳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这高市早苗的一席话，现在越闹越大。不过高市没有打算要收回，甚至还要来豪赌了吗？哇塞，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日本的报道说呢，这个高市早苗呢可能会突袭的去参拜靖国神社。这个是自民党内议员间流传的消息，说临时国会闭会之后呢，首相打算要突袭去参拜靖国神社，而最有可能参拜的日期呢，就会是在12月26号或者是元旦。而如果高市去参拜的话呢，会是睽违12年的现任首相参拜。哇，高市早苗这一席话已经是闹得这个中国大陆对他非常反感了，结果他现在竟然还打算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吗？而我们来看到啊，其实比较右翼的这个日本的官方呢，也已经开始对他有一些意见了。这位是大阪的前市长哦，这个是大阪前市长桥下策，他说呢，这个高市早苗啊，他是为了要迎合强硬派的支持者，那日本呢明明就没有相应的实力，却偏要出这个抢这个逞舌之言呢，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哇，难道连比较偏右翼的这个大阪前市长也已经不挺高市了吗？好，不过现在啊，就是因为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所以呢，日本的这个外务省官员呢，也去前往了这个中国吗？我们来看到这个日本的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金井正章呢，他呢今天早上啊，从这个他的饭店出发。不过啊，面对这个现场有非常多等候的众多媒体呢，他是一言不发的，没有回应任何的问题，也没有证实他有没有去跟这个中方来磋商。好，他是一抵达这个机场到今天从饭店出来都非常的沉默啦。但是呢，这个有这个媒体报道啊，说啊，他这一趟来到大陆呢，他不是要降温，而是去火上加油的。这个呢，金井正章他说，此行出访中国呢，有兴师问罪之嫌呢。近日呢，涉台发言呢，并未改变日方一贯立场，即便双方存在着立场分歧，也应该要避免影响人员交流。中国方面要做妥善的处理机制。哇，他没有来道歉，那反而是来兴师问罪吗？好，这个是大陆那边的报道。好，接下来看到啊，其实日经呢，他也说了，就是高市现在他不愿意撤回言论，那北京呢也拒绝示弱，所以现在导致对立呢是非常难化解的。这个是日本经济新闻的分析，说双方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化解对立的出口。如果高市他愿意撤回集体自卫权的表述的话，等同于限缩未来行使的空间。那么北京对日立场如果显得软弱的话，又会在国内引发批评，所以这个对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去难化解啦。好，而现在呢，这个高市早苗的一席话，哇，民间啊或者是经济方面呢，大陆也都开始来进行一些动作了吗？我们来看到啊，这是大陆川航等航空呢，现在呢是取消了部分日本的航班，就连这个姐妹市要访问也通通喊停了。目前呢，大约有49.1万张赴日机票都被取消了，这个啊是占总预订量的32% 哦。而江苏省徐州市呢，也取消代表团原定要访问姐妹市半田市的计划，理由是说有重要的公务。好，但是应该就是跟这一次的事件有关啦。而现在呢，这个高市早苗搞事，哇，日本的经济影响很大哦。因为啊，如果中国政府呼吁公民要避免前往日本的话呢，导致中国赴日的游客数量会大幅下降，那日本的 GDP 恐怕会被拉低0.36%，而经济损失啊，合计起来是高达2.2兆日元呢，大概是4434亿元台币哦。而不止这个不止这个观光啊，包括了这个日股呢，现在也是很惨的。这个是日经225指数啊，大震荡，包括了旅游股啊、航空股啊，还有零售股都集体跳水。而周二呢，日股还是持续暴跌逾千点，那已经掼破了这个5万点的大关了。哇，真的是跌得非常的惨。好，中日这一局怎么会闹得这么大呢？那接下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下台阶？双方真的是很难去平复这个分歧吗？我们先来请教杨永明教授。各位了解，高市长在10月7号讲的话，连日本人都觉得很意外。虽然他现在民意高，但是这里面的民意很多，其实因为他是刚上来，他作为第一个女首相，而他讲的话里面，
为什么很多日本人觉得意外？即使是右翼的人，过去都没有如此的讲。他是说，当台湾有事，台海发生战争，就等于日本有事，存立危机，也就是存亡危机。因此，自卫队的集体自卫权就符合条件。意思什么意思？就可以派兵了。那什么意思？以前都在讲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这2015年的安保法之下的概念，都是在去支持美日安保之下，美国要求日本提供后勤跟基地的援助，日本以集体自卫的名义协助美军。如果不是日本本土遭受到攻击的时候，那现在他直接跳过美日安保，直接单干。日本有这个能力吗？连朝下策都那么讲啊！所以我认为这是个假议题。因为第一点，在1960年代，当美日安保第一次修正的时候，日本的国会当时就有很多的讨论，美日安保包不包含台湾？日本当时跟中华民国有邦交关系的回答都是，这是一个事态问题，不会直接回答。这个事态问题一直到石破茂，他都直接这么讲。有关于台湾的事情，你要以事态问题来看待，这不是日本直接可以去假设什么条件符合不符合，然后是不是因此就会决定派兵跳过美日安保。第二个，整个我刚才就是讲的2015的安保3法的修正，就是在美日安保的这个框架之下。那如果你日本派兵美日安保怎么办？美国会跟着你后面摇旗呐喊吗？所以第三点，这20年来，日本各方面也都了解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发展，所以桥下士才会有这个言论。因此就表示说，高市他这个我认为是自不量力又不够谨慎，但是呢，我觉得他是有目的。他的目的代表着日本的右派长久以来在他们的谈话会当中，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修宪，要不然就是要改非核三原则，或者是扩大日本的军力。高市上来第一个事情，大概大家都忘记了，日本的军费要倍增450亿到900亿，本来应该到2027年完成，他说明年3月就完成。然后呢，他讲这个话呢，你看得到了民粹的这个支持之后，因为他在没有公民党的限制，现在是维新会的支持，而且担心支持日本的右翼保守年轻人的选票支持率下降，所以讲这个话，你看现在支持率回来。如果说到了下一次选举，自民党能够因为他走向更加的保守，甚至跟日中关系搞坏，然后呢，使得自民党又再重新回得单独的一党过半，你觉得高市的历史地位不是有一个定位吗？所以政治人物都他有内部的考虑，再加上他的这个政治理念，长久以来他对于战争问题、靖国神社、慰安妇，甚至所谓的大东亚战争，都是一种修正主义。因此，他这个说话，我个人认为，真正的战略上的布局，从日本的右翼角度而言，就是要去改非核三原则当中最后那一项，不引进核子武器，不生产、不拥有，他不敢去碰，因为那会跟北韩一样。但不引进，现在你看到，当川普到韩国的时候，李在明当面跟美国要求给我核潜舰，川普说 OK， 这个当然不是突发奇想，这已经是讨论好一段时间。日本有没有参与讨论？当然有。他们就是要东北亚的 AUKUS， 因为当中美的军力发生变化，美国又出现战略退缩的时候，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副警长的日本，他要一个最终的保障，那就是美国的核子保护伞。但是非核三原则在那边限制住，所以他没有办法拥有核潜艇，他也没办法让美国的战略核潜舰到日本的军港。他当然不可能让美国长久的部署中程飞弹，甚至有核弹头。所以这个非核三原则的改变了，在日本的内部那反弹力量是非常大的。它就要有一个事件。所以各位，台湾有事，日本出兵根本就是假议题。你台湾人还在那边自爽，还在那边嗨，根本就是假议题，是他的一个右翼的布局。那一定要了解到，
我觉得这个关键，其实台湾人在这边的，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对台湾安全、对两岸情势没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我觉得其实这个影响会很深刻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玉芳委员。我先跟大家先看一张照片哈，这张照片是一个日本籍，但是一个很有名的专栏作家，中文也非常好，他传给我了。台湾的报纸媒体完全没有这张照片，这是日本的媒体。大家看那个，这是11月7号高市早田在那个在国会就讲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右边那个男生用手遮着头痛的意思，这个人是谁？荒木敏充，日本的外务大臣，就是他们的外交部长。他知道这个荒木敏充，他知道说这个高市早苗闯祸了，所以头非常的痛。但是高市早苗其实他当选首相的时候，大概北京心里也有准备，很多人也知道一定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因为很简单，大概在1994年的时候，日本的首相这个春山富士，就是说对这个日本在2次大战，就是在当年侵略中国，他表示代表日本人民道歉。那高市早苗当时是众议员，刚当选，他就质问春山富士：“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日本人这个来道歉？”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日本根本不是侵略中国，他只是为了自我防卫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么多年来，高市早苗是没有改变的那他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改变？当然，因为他会变得更加的激进。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他个人的理念一直坚持。第二个，再给他看另外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其实是很有名，但日本政府这个照片刚拍完的时候，日本政府是不准他拿出来的。这个是当年麦克阿瑟这个1945年，这个刚好这个抗战胜利，大概是9月27号吧。这是日本天皇特别到美国大使馆拜见麦克阿瑟，然后就拍了这张照片。日本政府看得大惊失色。你们看看，麦克阿瑟不是因为他比日本天皇高，而是因为他手叉着腰，他根本就藐视你日本天皇存在。他趁日本天皇见面的时候用了一个字叫 Sir 先生，就日本人讲的神圣，就是我就是跟你一个一般的尊称，就这样而已。所以日本人从那以后，其实一直到现在心里都有个阴影，他们是活在美国阴影底下。全世界2次战后这么久，是谁美军在哪个国家驻军最多？就是日本，55000名，在德国只有35000名而已。所以日本人一直觉得我就是第一美国人一阶，我就是要听美国人的，所以他不会在外交上做出比美国人更冒进的事情。美国人没有做的事，他通常不敢做。那这个为什么最近这个高市早苗会变得比较的这个更加的激进呢？我认为跟川普10月份的时候到了日本的一些的说法、一些的行动是有关的。他赞美这个高市早苗是个赢家他选赢了首相他说他是个赢家，然后说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是最坚强的关系，无论日本需要美国帮什么忙，美国都会帮。然后呢，川普带着高市早苗上了红须贺的那个港口所停放的美国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在上面，就等于在阅兵一样，两个人站在一起，好像平起平坐。所以高市早苗真的觉得平起平坐了。然后呢，他们又一起吃午餐，一起看国际职业棒球赛这样子。所以对高市早苗觉得说美国，我现在好像已经走出那个阴影了。几十年来，日本人生活在美国阴影底下，我要走出来了。我现在跟这个川普平起平坐而且川普也讲一句话：未来如果需要帮忙日本，美国绝对全力以赴，会帮到底。所以让他变得受到鼓舞，我是觉得很重要一件事中国大陆当然不是没有犯错了这个他们驻这个大阪的这位首相，你再怎么样不应该，虽然不是直接攻击，间接的说你头伸出来我就要砍，毫不迟疑的砍。
你这个就是影射到你要砍人家日本首相的头。这个叫外交上来讲是真的比较粗鲁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中国大陆来讲，这整个的麻烦是你日本引起的，是你高市早苗引起的。那现在双方都不想各退一步。所以我讲实话，如果现在有人可以站出来说他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解决的话，我只能说他是神仙。现在真的看不出来，两只羊在桥上碰上了，谁都不想后退。那这个怎么办？这个下次看不出解放，而且美国这时候并没有站出来支持，川普本人没有。对，美国的国情讲什么不重要，现在是皇帝制在美国，所以现在川普没有讲话以前，美国是没有态度的。是，好，我们接下来请教李大中教授。对，目前看起来，美国跟日本应该都是双方都不可能示弱哈，在这个节骨眼之下。中国跟日本。那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的例子哈，因为今天有一些媒体的分析说哈，现在中国大陆摆开这个架势，就是哈全方位的可能会一些抵制，啊，或是一些制裁哈，从旅游啦、文化啦、经济啦，甚至是有一些军事上的举措都会出来。那到底有没有效？其实媒体有举一些过去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2012年，当时日本是把钓鱼台国有化，那北京马上很重大的抗议，跟现在非常相似啊，就是不去日本旅游哈，不要买日本的这个制造的这些货品等等等等。在当时大概第一年就造成这个对日本的这个出口日本进口到日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货品下降10%。那中国大陆去日本的这个旅游的人数呢，下降1/4，所以有没有影响？是有一些影响。那第二个例子是2017年，因为当时韩国这个部署所谓的美国萨德系统，那引起北京很重大的反应，所以当时北京做法跟现在非常相似。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当时北京技术做法也是旅游，而且旅游造成了韩国很大的一个经济上的损伤。大概一年有大概150亿到170亿美金的旅游方面的损失。那还有呢，包括所谓的禁韩令意思是说韩国的演艺人员、韩流演唱会这些文化的演出通通禁止，也造成大概有120亿美金的损失。那第三个是包括当时乐天的集团，因为萨德系统的部署是使用了韩国乐天的土地所以乐天也变成这个这个怎么样瞄准的一个矛头跟对象，所以乐天有很重大的损失所以在当年一般的统计是韩国因为部署萨德系统被中国大陆反制，让韩国的 GDP 下降了0.4%。所以这一次一些学者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参照的对象是过去的一些案例，所以有人说比较极端状况之下因为中国大陆的反制的作为，可能会让日本的 GDP 下降0.36%，其实也是很大的损失。但是是否因为如此这个高市早苗就会退步，就会让步呢？一般看起来也是不会因为即便是双方的官员已经接触完成就是外务省的这个亚洲大洋局的局长对中国大陆外交部的这个亚洲司的司长刘劲松，他们已经会晤完毕，但老实说他们的层级并不是很高，中高层级的官员，而且日本应该也不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举措代表说我会让步，没有。到目前为止，一般判断是高市早苗已经话讲出去，他不会收回来，然后他的民调支持度也非常高。那我最后讲，我觉得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强势，应该就是几个成语了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他在第一时间点就下重手。否则后续可能他认为说有不可预测的状况会出现。中国大陆对日本现在手段除了经济观光等等，现在真的就是刚刚说的军事上面也开始了。我们来看到现在解放军也发片了，枪已上，舰膛已出鞘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这个呢是解放军的中部空军发布的影片，歌词还写着“战争就在下一秒”。打赢才有资格聊，说的再多，讲的再好，冲上战场见分晓。战争就在下一秒，必胜的决心时刻对表。说打就打，说干就干，胜利是最终目标。
哇，这个歌词啊讲的真的是一触即发，战争马上随时都可以来了哈。而除此之外呢，现在中国也宣布啊，今天起在黄海南部进行8天的实弹演习啊。原本15日呢就已经宣布要在黄海中部进行为期3天的实弹演习了，结果又宣布18日起还要再展开为期8天的实弹射击，疑似是进一步加码来对日本施压。而除此之外呢，中国的无人机呢也靠近那国岛、台湾间的空域，哇，日战机是紧急升空了。而这个日本的网友也说了，说，我们的自卫队连熊都打不赢了，为何首相还要去向中国挑衅呢？这个风向是不是也不太对呢？一直在看风向的也还有美国啦。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呢，他对高市的台湾有事言论不意外，他提的这个提风的系统现在呢也撤出日本了吗？这个日本防卫省17日证实说，美国陆军的提风陆基中程能力飞弹系统已经从日本撤离了。不过呢，这个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啊，目前没有任何表态改变我们的任何计划，现行行动或既定演习也没有改变我们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合作与协议。但是这个撤离还是觉得时机点有点敏感的。而这个川普呢，他也一直不愿意就大陆攻台，美国是否出兵去防卫台湾表示意见，只强调他们知道后果。显然川普呢是有意继续维持他的战略模糊的。而至于韩国也是李在明在涉及这个美国对陆牵制的问题上面，韩国都一直努力的保持战略模糊。李在明也不愿意韩国去卷入这个台海冲突，但是美方呢不断的去试探他。好，除了这个美国跟韩国在这个议题上面是没有急着想要表态的，而现在呢，南韩跟日本的关系似乎也是有点不太好。我们来看到这就是呢，日方近期是加速推进这个修宪，要把日本转变成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哇，这个韩国的议长呢就说这是动摇了东亚和平秩序根基的行为。而影响韩国更大的呢是这个，那就是日本它这个扩建领土主权展览馆的时候呢，竟然呢是把这个独岛呢给纳入其中。那么这个韩国国会议长就说高市早苗公开宣称独岛在历史及国际法上呢属于日本，且日本政府又扩建领土主权展览馆，试图向学生及下一代灌输错误知识。于是这个韩国就马上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要求日方呢要立即的关闭展馆。而这个独岛事件持续的扩大，这个南韩的海军呢也延后了与日本的搜救训练。我们来看到这个南韩海军他已经告知日本了，与日本的自卫队原定11月要举行的共同搜救训练也将延后。推测原因呢，就是因为日本取消提供南韩空军的空中加油有关。那为什么会取消空中加油呢？因为10月底的时候这个南韩的军机曾经在独岛周边飞行，那么日本11月上旬得知之后，就决定要撤回加油许可。哇，现在两方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不好的。而就连这个韩国的艺人要来日本，现在也遭到抵制了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是因为这个韩团 aespa 当中的一个中国籍成员宁宁他在2022年的时候呢，曾经展示一个原子弹蘑菇云造型的台灯，说这个设计竟然是源自2战广岛长崎原爆的画面，因此呢就遭到了这个日本的网友抵制。看到这个图就是原爆当时的这个模拟的这个台灯。那现在在中日关系紧绷的背景之下，这件事情呢又再度被挖起来，所以日本网友就群发这个联署抵制，目前已经有3.1万人去响应了。好，现在日本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似乎真的是相当的紧张吗？我们来请教杨永明教授。有一些日本的评论员，甚至有一些美国的学者，这2天的写文章说，为什么中国要小题大做，小事化大，是吗？这是小题大做吗？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而言，这个是你要以军事力量介入台海，这个是重演军国的侵略，因为他所主张的唇亡事态，在从918事件到卢沟桥事件到上海攻击到印尼、缅甸，整个相关的在2次大战时期，日本对于亚洲国家的侵略攻击都是用唇亡事态，它也不是用国家安全。
而高市一直维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对中国大陆而言，这不是小事。但是要怎么样让高市能够撤回、收回？我们今天看到高市派了外务省的司长、局长级到中国大陆来，他是想要重演拜登模式。拜登也讲过啊，媒体问他你会不会军力协防台湾，他说我会，就过去了。那马上就发一个声明说一切没有变，对中政策不变。但美国是美国，日本是日本，而且你高市讲的巨细靡遗，军舰使用武力构成日本的存亡事态，所以形成日自卫队集体自卫的调件。你不就是跳过美国，直接单干出兵？这个对中国就是这个意思。他会怎么做呢？我现在看到第一个外交升级，外交升级，我们看这次日本的局长来能不能达成？中国大陆是不是接下来在这个礼拜之内会把驻日大使召回中国？这就外交升级了，就变成很大的事情了。第二个，他会不会抵制日本？现在已经在做了，而且是全面的在抵制了，在一些影音、商品、观光、留学，但这个对日本其实影响不大。日本才说，你不来刚好。所以什么东西会让日本真正的感受到伤害？那你说今天的日本的股市不好，全亚洲股市都不好。因此这个时候，我觉得大陆可能要思考的是，你怎么样的一个作为让日本能够让高市能够感觉到痛，而且必须要是他的右翼，因为他的承受度一定很高，他最后一定是说，你看民意的这种压力之下，我为了国家的利益考虑，我不得不撤退。那他这个作为，他到时候还是可以修改他的非核三原则，引进美国的核动力潜舰。所以大陆要怎么做？我觉得，当然你说演习只是一个提醒，军事的攻击、军事的战争，目前看起来这不是一件就是说这个眼前我们可以预测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稀土管制，2010年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就对日本采取了稀土管制，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而那个时候日本就开始在不断的分散稀土的进口，努力了15年，还是对中国大陆稀土的依赖度60%，那事实上是更高。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对日本，他现在要处理，以前他觉得当中国的发展在这个区域，只要处理的是中美关系，要处理的是可能台湾的问题。但台湾的问题希望能够和平处理，可是呢，他要面对美国的介入以及台独的发展。结果现在没有想到，在台湾的议题上插入了一个日本的军事介入的可能性，至少这个说法出现，而且是现任的首相直接这么讲，你就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不是中国造成的问题，这也不是我们台湾邀请来的。而且是过去几十年来，日本一直以事态的这个概念在面对台湾的议题。你要称自己的斤两，知道自己的角色。就算是副警长跟警长还是不一样的嘛，大家都知道。但你现在副警长强出头，枪指的台湾了，不是针对台湾，而是针对可能解放军如果介入，日本的枪也会进来，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中国接下来一定会处理高市的涉台言论，一定会到达一个让高市能够去至少做修正，或者甚至做撤回。然后呢，至于你要去做什么非核三原则改变，那是你的事。没有问题，你军事倍增没有问题，那是你自己的内政。但是呢，这个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小事，也不是小事化大。非小事也，其实是一个历史战争以及牵涉到台湾的重大事件。各位要了解，从北京的角度，他们真的这样思考。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林玉芳委员。这个如果高市早苗先前所讲，他要去参拜这个靖国神社的话，因为他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当这个众议员的时候，那我想他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对他相当敌对
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就是南韩，那就是南韩。因为这个李在闵他跟尹锡悦有点不太一样，尹锡悦因为要顺从美国，所以他对日本人呢是比较友善的啊。可是像李在闵来讲，他的策略基本上他的战略是说，军事上、安全上面是依赖美国，可是经济上呢，他必须要相当程度的依赖中国大陆，要跟中国大陆要维持友善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不一样。而且韩国人民主主义是比较昂扬啦，因为这毕竟有慰安妇的问题，毕竟有很多那时候韩国人被抓到日本挖矿当矿工，这过着非常痛苦的这种生活，这些问题，所以有民主主义的问题，因为他们跟台湾一样，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嘛，所以高市早苗可能他要去这个，如果要真的要去参拜靖国神社的话，我认为他不仅要考虑北京可能采取更激烈的态度，而且很可能会多出另外一个敌人，那个就是南韩。不要说敌人，就是另外一个会跟他激烈对峙的这样一个国家，南韩这样。何况他们这两个国家还有这个所谓的独岛的这个主权的问题。对，现在就已经。对，这个台风这个系统哈，这个讲翻体风器，基本上可能翻台风会更好。台风这个系统，这是一个它本身不是飞弹，它是发射飞弹的那个launcher 那个射具它可以发射这个高达2500公里的所谓的战斧飞弹。所以你部署在日本的任何一个点，对中国大陆的沿海都会造成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伤害。这个就是美国要刻意把它部署在这个菲律宾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现在这个日本去做自己主动出来防卫省说，这个台风系统因为这个演习结束就已经撤走了，这个是蛮有趣的。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他应该保持模糊啊。他为什么这样讲？看一下美国态度就比较的暧昧，或者是比较的模糊他就讲说我们跟日本的这个合作呢，这个协调关系，包括演习，这些是没有改变的让中国大陆去猜美国态度会是什么样。不过美国目前态度看起来，他不想这个提油救火、灭火，他这个时候反而不想说坚决的站在中国大陆的旁边我再讲一次，要川普讲了才算。你这国务卿你们谁讲都没有用，因为美国就好像是帝制时代一样，就整个外交政策是川普整个紧紧抓在自己手上了，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比较这个麻烦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要等着看就现在真的你说日本，我想他也不想再进一步激怒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是不是下定决心不惜一切的要跟日本周旋到底呢？我也不认为。只是现在在初始的阶段，双方都一定要非常强硬。这个时候如果示弱的话，态度要先摆出来，这个最后的结局就会对自己不利。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李大中老师。对，因为韩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盟友。我们回顾一下，在拜登任内的时候，他非常注重是把日本、韩国跟美国凝聚起来是三边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伙伴关系。所以在2023年签了所谓的大卫营协定，当时是岸田文雄还有韩国非常挺美国的尹锡悦加上拜登。那如今因为高市早苗的政策假设他在一些比较这种相对的议题上包括刚才讲的靖国神社还有比较民族主义议题上有再往前走的话，我觉得韩国还是会受到重大的影响。那目前来说这个本来预定的韩国跟日本的联合海上搜救的一个演训就被韩国推迟主要就是因为高市早苗在最近针对独岛主导的发言等等。因为我们知道在选这个自民党党魁期间，其实高市早苗跟其他的候选人当然也会被问到这样的议题。那他当时也讲得很强硬，他说在这个独岛的议题上，日本不需要看韩国的脸色行事。不过当时毕竟是在党内选举的时候，但是当你当了这个日本的首相之后，还是必须得很谨慎去经营日韩的关系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还蛮同意刚才两位老师所说的，就是在过去这个日美同盟跟台湾有相关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大部分是美国走在前面吧，
很难想象是日本走在前面，拖着美国跑，但是现在高市早苗的言论有点这样的感觉哈，再加上现在川普2.0上任之后，看到他所有关于台湾议题的讲法还是比较传统的，他讲法大概都是我不回答假设性的议题，我不会把我的底牌掀开，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回归到过去长久以来美国在针对台湾议题上的比较战略模糊的讲法，这个是川普的一个基本逻辑。可是高市早苗这一次讲出了这些集体自卫权，而且似乎是直接台湾就连接到日本的安全，这是出乎外界意料之外。那川普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事件他没有讲话，美国的国务院没有讲话，只有美国驻日本大使有讲了一些言论，我觉得还是要看川普的一些政策跟作为。目前看起来他是比较谨慎的，他可能不想卷入这样的一个争议里面。好，看完日本，来看到美国现在的外交布局是怎么样呢？这个沙烏地王储呢即将来访美呢，预计在这个11月19号呢就会在白宫跟川普来进行会谈。那这也是这个萨尔曼亲王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访美。那川普说呢，他将会售出这个 F-35战机给沙烏地阿拉伯。那就目前呢，中东地区就只有以色列拥有这款战机的。所以现在沙烏地阿拉伯也要有了吗？而至于中国呢，在这个中东方面呢，是用经济的方面来去进行交涉的吗？现在呢，这个市场分析机构表示，中国与沙国正在深化人民币与石油的联系，一个国际金库的存在已经得到证实。这个金库将使石油出口商能够直接将能源销售所得人民币换成黄金，就是想要跳过这个美元。好，另外来看到叙利亚呢的外长竟然是访问了大陆，而他们也联合声明说呢，支持中国政府统一，也就是要恪守一中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另外，这个法新社也报道说，大马士革当局打算要把来自维吾尔族的400多名圣战士移交给北京，但是日前叙利亚总统才去访问美国的啊，而且呢，这个川普也是亲自的接见他的，没有想到现在呢，有是玩两面手法吗？跟中国的关系也要顾。在中亚方面呢，这个王毅也将出访中亚3国，分别进行外长战略对话。但是我们知道川普日前才刚会晤这个中亚5国的领袖啊，持续扩大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好呢，那我们来看看美中之争。那么现在各国的这个局势，各国对于美中2国的好感度是怎么样呢？这个是经济学人的民调说呢，这个32个国家3.2万名受访者调查，作为全球首选主导力量，中国的支持率是33%，美国的支持率下降至46%。而年轻人的部分倾向中国成为主导力量的话呢，在美中的支持率呢分别是41%和39%。哇，可以看到对于美国的支持率是逐渐的在下滑，难道是因为川普吗？我们来看到川普最近呢讲话又沙哑了，他说是因为一件事情而火冒三丈。来听一段。I want to thank, as you know, the famous Sundar and Sergey Brin. About Venezuela, but can I just first ask, the health of the president's always news. Your voice sounds a little rough. Are you feeling all right? I feel great. I was shouting at people because they were stupid about something having to do with trade in a country, and I straightened it out. But I blew my stack at these people. 好，除了关税的问题现在呢还有这个川普松口说呢，要在2026年中发放6.2万关税红利。他也说了，这个现在呢，确定要来进行发放了。不过贝森特说需要立法才能够执行。但是现在美国的通膨也是相当的严重。结果川普呢是在这个麦当劳峰会的时候喊话，还说美国的物价正在下降，美国处于黄金时代，还说呢这个拜登的烂摊子通膨已经趋于正常了。结果顾客说，大麦克套餐竟然售价逼近$20呢。那么川普怎么说？他说要协助麦当劳恢复更具亲民性的菜单价格。难道你说什么麦当劳就要照做吗？好，而现在呢，这个主流媒体呢也是不断的撤出五角大厦，结果新记者团进驻这些新记者团是谁呢？数十间媒体呢都是一些右翼播客，主要都关注一些小众的议题，像是
堕胎啊等等，他们共同特色就是坚持支持川普政府。那么学者就说了，现在这些很多的新规定都跟国安无关啦，都是为了要控制媒体的报道内容。显然啊，川普也已经要进入这个一言堂的状况了。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就国内的政策是有助于他来帮助在外交上面对抗中国吗？我们先来请教这个杨永明教授。各位大概听过一个叫做修昔底德陷阱，这是指大国强国之间，尤其是霸权跟挑战者之间的竞争对抗，但他比较悲观的认为，最后还是会导致大国的冲突，而重新定位国际的经济跟安全秩序。从英国被美国的取代，虽然不是美英之间的战争，但发生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然后美国跟苏联冷战，那现在呢，中美之间就进入到了一个修昔底德的陷阱。还好，因为有核子武器，所以他们直接不会开战。可是呢，你看到整个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这就是一个硬权力之争。那现在暂时的休兵，因为中国用稀土的出手，而使得美国突然感受到整个制造业、工业都受制于中国的稀土管制。可是呢，在地缘政治竞争上面却没有停下来。这个地缘政治竞争，你就看到它显现出啊，在美国跟西以及它主导的西方之外，每一个区块它都出现到中美的地缘的竞争，而这些国家都采取的是一种平衡政策，也就是正如川普所说的，已经进入到一个中美的鸡兔体制了。这些国家都懂，不管是沙特阿拉伯、沙特还是叙利亚，叙利亚的这个领袖根本就是美国、以色列扶持起来的。可是呢，他也知道要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而且这是美国，即使是从以前到现在，即使是现在美军还是绝对的主导，但是这些国家都已经在中美之间做平衡。为什么？因为都是一个影响这个区域经济、矿产以及地缘政治的两大国。沙特也是如此。尤其这里面牵扯到的一个关键，就是人民币结算的问题。现在这个人民币结算，它已经越来越受到主要国家，从俄罗斯、印度、沙烏地阿拉伯到印尼、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现在进入到巴西、南非，以及一些非洲的国家，从矿产甚至刚果到这些重要的原料物资。那跟中国的贸易以及投资“一带一路”做相互的这种交易，人民币计价的这种方式已经越来越主导。它已经不是用美元，因为美国的自己本身美元资产现在受到质疑，美国的关税高筑，美国自己的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所以这不是单纯只是在中美之间选择哪一个霸权，而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避险的作为。那这样的情况就显现出中美在这个地缘政治的竞逐上，其实越来越激烈，就代表这个世界开始在转变。那最后我再补一个概念，因为当霸权逐渐消失的时候，另外一个霸权他不愿意马上接手，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国际可能会有一点失序。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金德伯格陷阱。也就是说，老大走了，老二还没出来接手，那大家有点一团乱。这种国际失序就是金德伯格陷阱，会不会出现？已经有，但不会这么深刻普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现在美中的竞逐，现在外交布局该怎么做呢？我们来请教林玉芳委员。这样子，先讲叙利亚好了。其实前阵子叙利亚的这个新的总统去白宫拜见了这个川普可是接着他又要跟这个中国大陆要改善关系，他的外长又访问中国大陆，发表联合声明。这你就可以看得出，就是说叙利亚他也知道要左右逢源，因为他现在跟以色列其实还有非常多的问题。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叙利亚原来的加沙这个
哥伦海这个格兰高地的一部分的土地。所以他晓得没有跟美国和好的话，没有透过美国力量是没有办法去对以色列要求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还归这个领土的这样一个问题。可另外一方他也晓得说，就是说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之间的基本上的这种矛盾其实都存在，只不过现在整个形势对以色列是有用的，也是有利的，因为美国整个偏向这个以色列，所以阿拉伯这些国家每一个人都要想办法，为了求生存，不得不要跟美国甚至跟以色列要改善关系。可是他们也知道中国大陆毕竟也是联合国的安理会的5强之一，所以也要跟中国大陆维持好的关系，就要左右逢源。所以他这种态度是没有什么矛盾的啦。总统到白宫，外长到北京，没有矛盾的。现在讲的就是说，美国为什么要把这个这么敏感、重要的匿踪的这个 F-35卖给沙国？其实它美国有个考量。以前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最有战斗力的是埃及，现在埃及已经下去了。过来是叙利亚，叙利亚基本上现在也是这个元气大伤了才好不容易分裂的国家才重新这个恢复这样一个统一。然后这个看来看去呢，他要巴结的是沙特阿拉伯，因为他有石油，所以他非常有钱。而且因为美国在中东最忌讳的现在其实是这个伊朗，然后呢，这个因为宗教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所以伊朗跟沙特阿拉伯是不和，长期的不和，对，所以他拉拢沙特阿拉伯，是很重要。如果他继续对付伊朗的话，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你如果不对卖好的武器给沙特阿拉伯，1980年代他就买了东风3型跟中国大陆，2014年又买了东风21A 的这样的一个弹道飞弹，所以他觉得我还是要在武器上面满足你，免得你去找中国大陆去买其他的武器。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叙利亚也知道要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吗？我们来请教李大中老师。对，因为我们知道说在阿塞德执政期间，其实叙利亚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关系本来就不错。那阿塞德我记得在2年前还参加了这个在中国大陆举行的这个杭州亚运的开幕式，也见了习近平。那现在这个新的临时总统叫做夏拉夏拉来自于过去被美国视为是极端恐怖组织的沙姆组织但是从他担任这个临时总统之后，他之前已经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见过面。那之前呢，他是成为1946年之后第一位进入到白宫的叙利亚领导者。那其实他想要展现的就是他希望能够各邦都能够交好，尤其是美国美国的确已经是先解除他的所谓的这金融制裁。那美国国务院呢也把这个沙姆组织从恐怖组织清单上拿走。那现在还差最后一步，就是所谓夏拉临时总统希望